有没有很典型嘛？对不对？这就是中古屋鸟蛋的样子。这个老式家具，它座椅它的坐垫那个不便宜那石材就是这样。但是我们年轻人一律不喜欢，这东西怎么放松，怎么休息这个躺也不是坐也不舒服，但老人就很喜欢嘛。好，一样 AI 改完可以变成什么样子？变成这样。这个客厅是不是明显？你不光卖相那你自己都能感觉你生活在里面都会舒适非常的多。好，那这个 AI 改的嘛，就是这样。你看它有改什么东西也还好啊，有一个弧形的那个木座被拆掉。反正我现在会这样子做我以前会想说，这个前屋主留这个木座，我看怎么绕怎么绕，怎么样去变化球把它解掉，让它变好看。所以就要弄家具改色漆。那家具改色漆又有各种大大小小鸟蛋问题，比方说，就改色漆改完是很漂亮没错，然后上面也摆了一个那个玻璃瓶或者什么的，好看而已啦，一个装饰物摆着。然后过了1-2周以后，你回去拿，粘住呢，它黏黏的呢，就是你那样拔起来，那个漆又掉了，好烦哦。装潢该怎么弄？女性友好设计心法，秒懂厨台高度公式加暗光灯光技巧，省下装潢踩雷钱。就女性化的室内装修其实要做女性友好的设计是不会贵很多，但是细节有够多，我也是大开眼界。嗨，我是买房阿元，订阅买房阿元，我先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钱。我们上一支影片聊了桃园出现超便宜的房子，政府盖，然后半价卖给你，之后你只能卖回给政府的房子。如果你还没看过的话，可以看一下。那今天我想跟你讨论对女性友好的装潢怎么做？这是我们来聊一个观众的问题就是他没有装潢的经验，那终于买了自己的小窝，想要好好的装潢一下，那他也不想搞一些花里胡哨的东西，什么原木的餐桌什么有没的，他只是想要自己住的比较舒适，他就来问我说，对女性比较友好的设计有没有这样的讨论有没有应该要注意的地方？那我认为这个问题蛮有意思的，我就去问那个汉一陈老板这个汉一陈老板是室内设计泸州的，就你影片最后就会看我直接挂他的那个业配广告这样，等一下你就会看到。那他给我几个比较通用性的设计方向，给你参考看看啊。这边打个预防针就是这种装潢设计很看个人，绝对主观没有客观的，绝对主观所以你就是自己斟酌。但有一些通则的道理你可以用，没有道理说你就没办法用这样因为它是通则嘛。来，我们来讲第一个，厨房台面高度。厨房台面高度有公式台面高度等于身高除2+5台面高度身高除2+，大概都是这样。假如说你女生的身高是160，那你适合的台面高度就是160除2+5，就是85公分。这就是一般常见的厨房台面的高度。所以你就看你身高多少，你自己算。如果你比较矮一点的话，那你就看要不要用这个公式。但是要注意一点现在的厨房台下喜欢装什么洗碗机，甚至有一些比较小的户型建商当初做给你，底下就会塞好洗脱烘了。那如果你要装那个嵌入式的洗碗机的话，大概要预留80到82公分的高度，它有那个大小台啦。我听说最低好像厂商做60公分的。总之就是，如果你厨房台面太低，你会装不进去这时候真的会发生的事情。你想说，装不进去会怎样吗？不好意思，那机器消不掉。然后你那中间你要去裁一个1-2公分的那个，你应该找不到师傅愿意帮你用。所以就看你怎么抉择，你就要先想好，先问设计师。一般来说，如果是我们男生在用什么身高除2+5的话，对女生来说很容易会发生一件事情，就太高。所以还是以女性为主。厨房的话，厨房是女人的天地嘛。我这没有什么歧视的意思就是我们男人哪有差？我们需要的不是厨房，我们需要的是茶水间我只要能煮泡面、泡泡面、电磁炉洗手台，这样就好了。厨房是女人的天地，所以一切都是要以女主人下去考虑的。那个橱柜上方也不要太高嘛，那是你要打开来的话拉下来的嘛，拉下来让你挑东西，挑完之后再推回去放嘛。这个连社会住宅都这样子做了很多啦这种细节。那再来你要知道还有哪些地方可以做调整那接下来我们来讲第二个灯灯也可以做调整。这个真的是他讲我才知道很细节。就首先要怎样？要把大部分的灯光隐藏起来
哦，避免可直视的光源哦。那就是用间接照明就对了。那例如说你客厅你就做砍灯哦，然后餐厅的吊灯哦，如果有吊灯你要改雾光的啊，不然就是你灯不要让眼睛直接看到灯泡就对了哦。那这样的话女生会不舒服，因为女生在经痛的时候会讨厌直射强光。真的吗？这个我真的不知道，就会比较喜欢躲在暗暗的房间哦，所以这样子改它比较舒服。另外你可以安装那个小夜灯，就不是说你上个厕所。然后厕所你可能房间，因为你熟门熟路嘛，你让走到厕所没问题，都不用开灯。可是，一进厕所一开灯哦，睡意全消，因为厕所就是那个灯而已。所以你可以安装一盏小夜灯哦，或是什么感应灯、黄光，然后亮度也不强，那个只是在晚上照明而已哦。女生都是坐式哦，那不像我们男的站的，如果不开灯，这个有可能会出事情，会尿到外面去哦。女生都是坐式，所以它那个光真的不需要强，能够判断位置就好。不需要晚上厕所灯一打开哦，等一下回去又要重新再暖机一次才有办法睡着。就这样。来，第三个是浴室，浴室这里就看你自己的衡量了。我这个示意图的那个浴室太高级了，一般应该不会花大价钱做这种东西改浴室都很贵，可能都是大兴土木的很不便宜的东西。首先要做的是干湿分离，因为女孩子的化妆品会喜欢摆在洗手台那边。然后也可以专门搞一个专放化妆品的小冰箱，这就很细节，这我就没想到像这样，它打开来是冰箱，可以冰一些你很贵的保养品，保养品要冰这我真的不知道然后还有一种洗衣机小很小很像电锅这样甚至比电锅体积还要小一点点，它可以装在浴柜底下，浴室的那个底下的柜子，它要接电但不用220的电，它110的电就好。那干嘛？洗贴身衣物用的小洗衣机，就放进去，然后洗洁精然后怎样，然后弄一弄，有这种东西耶。那听说非常的受欢迎，有非常多的那个女屋主听到他们要主动加这个设计都觉得不可思议，但是有用完以后都觉得说，哇，这个东西太方便了。不然女孩子一般来说都是内衣裤都是自己手洗手洗以后再晾啊，晾哪里？晾可能晾浴室啊，晾在哪边这样，就现在有那个机器帮你洗我忘记他说那个机器是洗还是洗脱烘就一次搞定，他那个蛮麻烦的，他还要接电，他要不要接水我忘记了。但如果要接水也简单因为那个你是浴柜下面嘛，那本来就有一个洗手槽排水孔，就科技可以让人越来越舒服，越来越懒惰最后你要知道客厅该怎么改那最后就是客厅，其实超多的，远远不止我讲的这些只是聊嘛，然后有提到怎么讲一下这样。客厅首先就是弄一台零食推车，是说很多女孩子都非常的喜欢，里面就装一些小饼干啊、小零嘴然后推来推去这样。小推车是不是 IKEA 就有卖那再来是要注意沙发的深度，沙发的深度最好不要超过60公分的深度如果超过的话，会变成女生在坐沙发的时候，她的脚踩不到地坐起来有可能会不太舒服。这就有分欧美的沙发跟日本的沙发日本的话沙发都是用东方人去打造的嘛，那欧美的话是真的很深就是你连男生那坐到底你靠到沙发的话，那你的小腿都是悬空的因为那个座椅太深了。他说女生这样子坐不是很舒服尽量沙发的深度也要调整一下。他有特别强调就是很容易发生的情况是订外国沙发，然后欧美人身材真的是高挑很多，所以台湾的女生坐起来脚都触不到地，会觉得说那个沙发怎么大那么多，然后你触不到地不然就要盘腿坐不然你就要坐出来一点你又用不到那个靠背就这样。所以这个功课有经验的才会知道，那你可以多问一下设计师，不然你运回来放好哇，脚踩不到地板，你还要去放靠枕，放，那你买那么贵的沙发有什么意义？还有说建议在客厅放躺椅或是那个 L 型沙发L 型沙发就多一块可以躺了躺椅这种东西如果出现在以前就被家里大人看到，就是说你要躺你回房间去躺，不是这样吗？但是现在这个是女生自己的房子嘛，自己做主，很多小女生很喜欢加一张躺椅在客厅不然就是那个 L 型沙发然后旁边摆一盏小灯，很有气质，然后零食车也推在旁边，很方便她可以在那边耍废，一躺一个下午都不起来了，除了去上厕所，一直滑手机，一直追剧
对他们来说这个才叫舒适。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大概就讲这几个我听起来我觉得很有道理，大开眼界的那我这种臭男生其实真的是不会想到那么多那陈老板是真的很厉害，因为讲那么多眉眉角角。如果你在双北要装潢，真的可以找汉医先询问看看，他们经验非常的丰富，你的问题他们应该都处理过。他做的又是最难的情况，叫做老屋翻新。老屋翻新真的是毛病一大堆，而且问题不重样，你知道吗？就是这一户的壁癌的解法好不容易排除出来邻居想怎样怎样，你到下一户又有壁癌，你上次累积的经验不一定可以用，每一个老屋都是个案他还可以做到一个透天然后怎么样把那个透天边间的透天加装电梯装在里面，就可以做到这种等级的工程，而不是说像我一样只是把房子现有格局尽量我也没能力去改什么的，然后把它弄漂亮而已，还有干嘛打掉重练通通都可以。最后我想问你，你认为女性友好的设计哪个最重要？ A 要装小夜灯，半夜醒来不会怕。 B 要有大大的化妆台，这是女人的梦。 C 要有猫跳台，因为会想要养猫。对讲个题外话，就是现在的房地产市场很冷清那让你感到害怕，不太敢继续置产。我的看法是这样先说结论，现在是对高雄市低总价的中古屋而言，教科书级别的巴菲特，别人恐惧我贪婪时刻真的我没胡乱因为高雄市的重大建设跟民间投资跟工作人口都还持续的在盖在成长，都没有停。2026年开始会陆陆续续的启用或是开幕，而且像台积电的正式上班人数嘛，也都还在成长中，还没有完全发酵。以现在的自产周期要出租放生满5年来看现在真的是比去年疯狂的去年还要美的进场时间点，我认真我这种重大建设旁中古屋的流派就是这里好，赚不是最多但是稳健到爆，天塌下来了有预售屋顶着嘛那我都还持续在看呢，你不用怕，因为我们的目标是老了有房也有钱关税台币升值就不过是30年自产周期中的一朵乌云而已，安北高雄、南高雄自产中古屋就找台湾房屋美术资讯店林店长处理，LINE 就加小老鼠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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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个 go 加这个 LINE 来慢慢看 PO 给你的房子都挑过都有战斗力的，反正天塌下来了有预售屋顶着了，我们中古屋真的是非常的稳健安台北市、新北市自产就找肖店长，LINE 就加小老鼠掰台北直接看低于实价登录的房子。最后请你购买我买房阿元的 YouTube 频道会员我会挑出能够拉抬房价的重大建设我的高雄自产作业就直接给你抄，1个月250块钱，自产高雄之前上个保险非常的便宜。你有购买会员的话，就我回答问题会详细也认真很多那通常会用到录音去好好讲，这样没有买的会员我就简答。老了有房也有钱，这个目标才是我们的追求。现在就点开资讯栏加入会员，直接开始抄作业。我是买房阿元，加入会员，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钱。讲八卦讲八卦又来了，我又挑一间591的中古屋我要继续帮你练习，说你以后看到那种中古屋况不好，你不用害怕，然后 AI 改一改，改给你看这样。来，我们先看第一张有没有很典型嘛，对不对这就是中古屋鸟蛋的样子这个老式家具它座椅它的坐垫那个不便宜那石材就是这样。但是我们年轻人一律不喜欢，这东西怎么放松怎么休息这个躺也不是坐也不舒服，但是老人就很喜欢嘛。好，一样 AI 改完可以变成什么样子变成这样。这个客厅是不是明显你不光卖相那你自己都能感觉你生活在里面都会舒适非常的多。好，那这个 AI 改的嘛就是这样，你看它有改什么东西也还好有一个弧形的那个木座被拆掉，反正我现在会这样子做我以前会想说这个前屋主留这个木座，我看怎么绕怎么样去变化球把它解掉，让它变好看，所以就要弄家具改色漆。那家具改色漆又有各种大大小小鸟蛋问题，比方说就改色漆改完是很漂亮没错，然后上面也摆了一个那个玻璃瓶或者什么的好看而已啦，一个装饰物摆着，
然后过了1-2周以后，你回去拿，粘住呢，它黏黏的呢，就是你这样拔起来，那个漆又掉了，好烦哦。那应该不是我不会用，因为我都用品牌货了。所以家具改，然后再说家具改色漆能改真的是有限。我现在提倡的做法是，你拿到一间房子怎么样，直接拆光光，拆光光，奇奇怪怪的木作不留了，直接把它拆掉，木地板也都拆掉，因为木地板的 bug 实在太多，尤其是中古屋再让我拿到，我一定会拆全部拆光光，你就花那个拆除清运的钱嘛，都会比你之后在那边各种什么神改爆改，我跟你讲，那未来问题还是很多。干脆把它拆光光，拆光光以后反而很好处理耶，你就空屋啊，你就用 IKEA 的方式去布置去改就好，反正墙面的处理我们会处理嘛，不就是补土，把它钉以后补土，先喷铁乐士，然后慢慢补或干嘛，大概就是这样。然后这个洞太大了或是怎么样，就用那个就去买一包速干水泥啊，然后就给它勾起来，然后再刮一刮把它刮平，反正拆光光啊。像我们再来看一次，原本长这样。袅袅的然后家里用这种办公室轻钢架，是我要拆，我要全部拆光光然后重新弄，反而简单很多。再来我们来看这个房间长这样，中古屋嘛，你也不能说很难看啊。这个这时候好像还有花纹在上面，它这样拼好还对花，但是看起来就很难看啊就现代的审美不喜欢，然后又来了很标准的这个老旧的床垫，这上面可能。把你看人就觉得太恶心还有一个奇怪的壁纸，好，来 AI 来改完可以变成这样，做得到而且做出来非常的像没有问题。因为我就改完一家，做出来真的非常的像。其实这没改什么，你知道，又来了，任何一个不用到设计师，任何一个同胞看到这个，拿到刚刚的空屋框，你说你想要改成这样，他都改得出来，因为这真的没改什么，就是天地壁灯窗这样改一改。你看它冷气 AI 在做那个冷气的管子这样子绕，它也是帮你这样子流，然后把它封起来，那个窗型冷气的洞把它封起来。我也分享过我用洞洞板我还用木质的洞洞板，但弄完木质的洞洞板我觉得有点贵这个我会拍在会员影片里面来做分享。那我们再来看下一张，这个是普通的房间的屋况又来了窗型冷气洞，对不对然后 AI 改完可以变成什么样？改完可以变成这个样，蛮好改的这个东西真的是全屋通铺，看你要铺 SPC 还是塑胶地板。那超耐磨我不是很，我知道超耐磨好它的回收上它对环境的破坏没有，但是超耐磨它毕竟是木材所以比较容易会发生一些日后有的没的问题。那就这样改成这样清清淡淡的很素雅的，这没有问题，这个大家都做得出来。然后我们再来看厨房这个老旧厨房就长这样嘛。好，我们来看 AI 调整成可以调成这个样子，这种厨房就很 OK 了吧？一样啊，这里还没有用到什么贵的东西，就是换掉厨具，然后地板，然后背后那个应该是瓷砖漆瓷砖漆就可以做这个效果了。对啊，你厨房改成这样清清淡淡的，其实就没问题啊。然后 AI 它改给我的是，你看不锈钢的台面，不锈钢台面我这另外讲一下，越看越喜欢。我高雄我去一家厨具行，它就有出这个不锈钢台面的，好棒越看越喜欢。而且那个不锈钢柜体呢，那底下门板不是啊，但它底下拉开那个也都不锈钢我看了是好喜欢，看起来这个是硬邦邦的，然后。如果我自产要收住，我用这个，你说不锈钢还摆起来会不会难看？我说真的不会，真的不会。现在的不锈钢做起来跟你的那个锅子不一样，就是看起来还是有点漂亮的不锈钢的台面。而且不锈钢的台面还有一个威能，这是什么？就是厨房不是有一个洗手槽吗？厨房的水槽，那个不锈钢台面是一体的呢，它到那边给它凹下去呢，是一块钢做出来的呢，它不是说。它就是帮你挖一个洞，你在外面去买一个什么洗手槽来那边放进去，不是它直接是一体的嘞，所以那个扫水或干嘛，你可以这样直接给它拨进去，我真的越看越喜欢。然后来看厕所这个是中古屋的厕所，这个中古屋的厕所问题最多了，我们来仔细看一下。好，首先地砖恶心然后墙砖好，然后这种布置没有看到莲蓬头。好，而且以它开门的这个角度来看，它的那个淋浴龙头也藏不了在这个门后面，因为它凸出来嘛，它这样子门会开不到底嘛。它现在看起来是没有那个淋浴龙头的。
所以这个可能只是在做这个干区在使用而已。然后出租屋有很多怪招，对不对？就是水龙头哦，你仔细看一下它这个面盆，它面盆上是2个水龙头，它不是像我们就是1个而已，直接可以控制冷水、热水，这个很中古了。淋浴上的怪招是什么？就是说浴室空间太小的话，它会直接在这个叫洗脸盆哦，洗脸盆的出水口水龙头那边锁一个东西，锁一个莲蓬头的管子，软管出来，然后直接在那边洗澡。也就是说，它的淋浴不用那个淋浴出水，它直接用那个洗手台的出水，也有这种解法。然后实际使用上水压什么的，我用起来是还好，只是它看起来就有点廉价的样子。但是一些小空间的那个非常小空间，你又要做淋浴的话，确实可以这样子使用。好，然后你有没有看到这一个厕所，它马桶背后的墙的那个瓷砖颜色不一样？我未看先猜又有防水、漏水等等的问题。然后一样，我们来看 AI 改完会变什么样？就变这样，干区使用的。对，它也没有去管那个淋浴龙头，然后 AI 开了一扇窗，这是开几点的，这边就没有窗。总之，你要改成这样子 OK 啦，做得到啊。这个看起来就很日式嘛。如果你是干区使用的话，怎样都简单，确实是做得到。AI 就会出这种包，你知道，就是它明明没有窗，它帮你开了一扇窗，怎么可能去开那个窗？然后这个 AI 做的，它的镜子应该用成镜柜会比较好。就是我前面影片讲的女生放东西，对，做得到。然后最后是好玩啊，你看后阳台摆了这些东西，蛮屌的耶。你看这个是热水器，对不对？烧瓦斯的热水器，然后有1桶瓦斯在那边给它烧，可它旁边是电热水器。怎么你不是有热水器，你怎么还用这个？有没有发生什么事？那 AI 来改成这样。这没什么，这是摆好玩的总之，又让你看了一次，你下次看到屋况不好的废墟的样子，你不用害怕，你就是现场拍一张，然后叫 AI 画，你就可以看得出来说，这个整理完之后可以长这个样子。我刚刚给你看的那个风格整理起来都不贵都是基础建设而已，你就不会怕了你这样子才不会去错失掉，因为那个屋况很不好，或是现场的气味很不好，或是现场很脏乱。然后搞得你错失掉一个很厉害的物件其实你改完以后可以变成这个样子，参考看看。你最近在找室内装潢公司吗？我查到一个有趣的资料讲给你听，就是说民众在找室内设计公司最讨厌遇到的几个状况。来，第一个，设计师承包商收款后跑路，对吗？这确实很糟糕，因为这等于是装潢蟑螂，这就要打诉讼了。可是房子还是拆在那边很讨厌这样。不过我知道有一家不会这样，因为他几千万的门市在家装潢都是老板自己买自己装的有那个财务的实力。那现场也有直接可以挑瓷砖、挑板材的地方大门市找得到人，跑不掉。那真的做爆了的话，也兜得了底都还赔得起。第二点是施工不良，日后漏水我都施工了还漏水这样。这也确实很麻烦，因为都住进去了嘛。那到时候为了要修漏水，可能还影响到邻居搞得家里又要变工地。不过我知道有一家不会这样至少豪宅案子也是敢委托他们去做。那第三点是恶意追加费用，预算严重超支，这个也是很糟糕。就是通常是发生在那种跑单帮的设计师就他是先低价报价，然后把案子接进来，然后后面再一直加，反正我都拆下去了，那你不加也不行，就会感觉像被绑架一样。这个我观众也反映过非常多这种情况。不过我知道有一家不会这样，因为他们就做10几年了那这个案例上跟那个施工上跟他的售后去看他的 Google 评论评价就知道了。你刚刚看到的画面全部都是他们家以前施工做过的案例照片。接下来我都放完工后的照片给你看。先说结论台北市、新北市地区的朋友，反正就是蘆洲，他们店在蘆洲，蘆洲开车30-40分钟之内可以到的地区。那家里要装修或者自产的要装修，就找这一家室内装修公司先问问看。汉一室内装修，因为我有认识老板，那又加上很多双北的朋友再请我推荐室内设计公司。双北什么老屋翻新隔套老公寓预售屋交屋要整理要收租的，我就推荐这家汉一室内装修。汉一陈老板案件经验非常丰富，
他给我历年来的施工照片，案场超过100场，照片超过27000多张，我都不知道怎么挑。那加这个 LINE 可以跟助理先描述你的需求，甚至直接传屋况的照片，初步谈一谈之后，应该就会去丈量了。室内设计是这样，就你找谁不是找，就是找而已嘛，就是怕被骗，怕被敲而已嘛。那我推荐，我信任汉一陈老板。那你的房子要装潢，那就找汉一室内装修，先加他们先去问一下。双北装潢就找汉一室内装修，买房阿元推荐，总是比在外面乱找还要安全一点。现在就加赖的 ID 是小老鼠HANYI 汉一。